我万中无一的极阴之体，生来就有5弊3缺。为了能多活几年，我在郊区开了一家灵魂店铺，专门超度那些冤死的亡魂，以此来换取功德。这天深夜，几名陌生男子突然闯了进来。大姐，赶紧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！我不紧不慢地从兜里掏出5张1元的钞票。这是我明天的早饭钱，都给你们吧。为首的纹身男愣了几秒，随后一把揪住我的衣领。小子，你他妈糊弄鬼呢？这么大个店，就他妈5块钱！你要是不配合，信不信老子把你店都给砸喽！我掏出手机，正准备报警，背后突然一阵阴风袭来。店主，当初就是这个人杀了我全家。我的灵魂店铺开在偏远的郊区，几乎很少有活人路过，偶尔遇到几个问路的，我也是3两句话将其打发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运气不好，抢劫犯竟然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。小子，你也真是个人才啊！竟然把商店开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。我们哥几个开车正好路过，想找你借点钱花花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纹身男从兜里掏出一把匕首，狠狠砸在柜台上。他身后的手下迅速拉下了卷帘门。3个月前，有个开5金店的老板跟你一样不配合，你猜最后怎么着？一家3口全部死在老子刀下。虽然我这行干的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买卖，但好歹地府代言人的身份摆在这儿，区区几个劫匪还妄想伤我，简直可笑。喂，小子，我他妈跟你说话呢，你眼睛老往后面瞟什么？看着已经逐渐红化的女鬼，我脾气瞬间也上来了。给我安静一点，要是激怒了他，咱俩一个也别想活。面对我的警告，纹身男压根不在乎。你他妈少在这装腔作势，这店里哪儿还有其他人？说罢，他拿起匕首在我面前晃了晃。实话告诉你，老子身上可有10几条人命。今天你要是拿不出钱来，我也不介意多杀你一个。对方见我不过20岁出头，以为我只是个普通店家，丝毫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你这么大张旗鼓的打劫，难道就不怕我报警吗？对方一听我要报警，语气反而更加猖狂。小子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吧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就算巡捕真的来了，你觉得你还能活吗？这时，人群中又窜出来一名身材火辣的年轻女子。虎哥，咱们别跟他废话了，瞧他那穷酸样，估计浑身上下加起来都凑不够100块。咱们要不换家店吧？这小子一看就没什么钱。我有些诧异，这群凶神恶煞的劫匪中，居然还混进来个好心人。看他疯狂使眼色，应该是被胁迫的。店主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之前那个名叫依依的冤魂，在我耳边轻轻吹了口气。只要你解开封印，我帮你把他们全给杀了。不行，见他双眼猩红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摆渡人有摆渡人的规矩，若是擅自释放冤魂，我无法跟地府交代。为了避免依依进化成红衣厉鬼，我赶忙转头看向纹身男。我店里还有其他客人，你若不想死在这儿，就赶紧出去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小弟们顿时哄堂大笑。哼，小子，你真当咱们虎哥是被吓大的？想当年，虎哥初出江湖那会，独自一人手持一把2米长的西瓜刀，从旺角砍刀同区，根本就不带怕的。说话的功夫，我注意到身后冤魂的衣角已经逐渐开始泛红，要是再拖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虎哥是吧？接下来我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关乎你跟你兄弟的性命，你最好按我说的去做。今晚12点之前，你必须得到巡捕局自首，晚1分钟都不行，并且你还得对着西南方向磕满9981个响头，否则我磕你妈个头！没等对方把话说完，纹身男挥舞着拳头就朝我冲了过来。他浑身散发着酒气，连我衣角都不曾碰到。小子，你再躲一个试试看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把你店给砸喽！面对抢劫犯的挑衅，我并没有还手，只是一味的闪躲。当初带我入行的师傅再三嘱咐过我：人间事，人间了；地下事，地下绝。好小子，还敢躲是吧？兄弟们，抄家伙，把这家店给我砸喽！我正考虑该如何安抚冤魂的情绪，那名性感的女子迅速将我拉到一旁。小哥，你还愣在这儿干嘛？赶紧想想办法！你要实在没钱，可以用手机贷款啊，起码还能暂时保住性命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，就这么死了，难道就不觉得可惜吗？听完他的话，我有些哭笑不得。我堂堂地府代言人，还会怕死不成？退1万步来讲，就算我真被虎哥给一刀捅死，大不了去找黑白无常，也就是还个魂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我店里可还有一位背负着深仇大恨的冤魂啊！他要是真变成红衣厉鬼，店里面这群劫匪一个都别想活。砸我店没关系，但你能不能先磕头啊？时间紧迫，你要是再不磕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虎哥纵横江湖数十载，抢劫的店铺不计其数，
估计也是没遇到我这么奇葩的店主，当场破了个大防。好，好，好！没想到这大晚上的还能遇到你这么个不怕死的玩意儿，老子倒要看看究竟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！虎哥的话瞬间激怒了冤魂，阴风再次席卷而来，吹得的卷帘门阵阵沙沙作响，滔天的怨气使得店里的温度骤然下降。店家，赶紧放我出去！东扎里扎里哄，就在我念清心咒这段时间，虎哥不知道从哪里找了根铁棍，对着我柜台就是一顿猛砸。小子，演戏演上瘾了是吧？老子先把你店给砸了，再来慢慢收拾你。可他连续挥舞了几十下，柜台除了有一丝划痕之外，并没有其他损伤。看到眼前离奇的一幕，虎哥非但没有停手，接下来的举动反而更加疯狂。他拉开卷帘门，发动一辆无牌面包车，直冲朝店里驶来。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。哪怕有灵力加持，柜台依旧还是被撞变了形。为了避免对方更过激的行为，我只好从柜台里走了出来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虎哥摇下车窗，咧开嘴朝我阴笑：“小子，要钱还是要命？”看到对方如此嚣张，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准备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急急如律令，给我定！我心里连续默念了好几遍定身咒，可对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啊，血！你流了好多血！之前替我解围的那名性感女子满脸恐慌地指向我的手臂，我低头一看，才发现右手手腕处的袖口被鲜血打湿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性感女子在慌忙中下意识地掏出手机。臭婊子，你他妈疯了吧？老子在打劫，你竟然打电话报警！虎哥，我只是个陪酒的，这杀人的事我可不干。只听见啪的一声，纹身男反手就是一巴掌。臭婊子，尽坏老子的好事，滚一边去！他迈着嚣张的步伐来到跟前。小子，刚才不是还挺嚣张的吗？怎么这会怂了？我咬紧牙关，目光死死盯着他。你竟然敢开车撞我！撞你怎么了？今天你要是拿不出钱来，老子还要杀了你！我用阴阳眼看见他头顶的名字，默默记下。王威虎，你此生作恶多端，死后必定会下18层地狱。小子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勾起唇角，冷笑出声。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，还知道你过不过今晚。话音刚落，一旁的陪酒女吓得连忙捂住我的嘴。小哥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就别再激怒他了，好吗？要是虎哥真对你起了杀心，你说我是救你还是不救你啊？他一边替我包扎伤口，一边小声劝我。之前让你贷款你不听，现在好了吧？受伤了不说，还险些把命搭进去。我从小性格孤僻，高中还没毕业，便接手了这家灵魂店铺，整日和亡灵打交道。除了师傅，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被活人关心的滋味。虽然对方是个陪酒女，我内心还是感动不已。纹身男见我不说话，用匕首狠狠拍打我的脸庞。小子，别他妈给老子装傻！你倒是说句话啊！这钱你到底给还是不给？见状，一旁的小弟们也纷纷开始起哄。大哥，你说该不会这小子被你给撞傻了吧？要我说，咱们干脆直接把他杀了得了，起码还能去黑市换点钱。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，我注意到店里的冤魂嘴角已经长出了猩红色的獠牙，这是冤魂进阶成为厉鬼的最后阶段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距离鬼门关闭还有不到10分钟。王威虎，本来我不应该插手阴阳两界的事，但你连灵魂商铺都敢打劫，其罪当诛。先是让老子磕头，现在又扯什么阴阳两界？你小子该不会真被撞傻了吧？实话告诉你，放眼整个港城，就没有我王维虎不敢打劫的店，知道吗？我缓缓抬起头，与他四目相对，眼神中透露着玩味。虎哥，我只是个打工的，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，可以让我打个电话跟店主商量一下吗？纹身男一把搂过身旁的女人，狠狠亲了几口。无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某些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。早这么配合不就好了吗？非得浪费老子的时间。我也懒得再说多余的废话，直接掏出手机。喂，师傅，我是小沈。小沈，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你今天不是要渡魂吗？难不成是那东西变异了？我看了一眼正在进化中的冤魂，缓缓开口：不愧是师傅，果然料事如神。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，冤魂的仇家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。但你说什么？快告诉卫士，店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电话那头，师傅吃惊的语态差点溢出屏幕。我不紧不慢地将把事情经过大致讲了一遍，其中自然也包括王威虎开车撞我，就连脾气一向温和的师傅都被气得爆了几句粗口。妈的，这个王八蛋简直岂有此理！小沈，你想做什么？尽管去做，出了事有为师给你担着。得到了师傅的许可，
我这才心满意足地挂断电话。蒋依依，我可以解开你的封印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俗话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除了王威虎本人之外，你不允许伤害其他人。闻言，冤魂龇牙咧嘴地朝着我猛猛点头。放心吧，店家，我不会坏了你们摆渡人的规矩。等我了却完心愿，便会自己下去投胎，绝不会给你找麻烦。在冤魂跟我再三保证下，我心一横，当即解除了封印。下一秒，狂风大作，店里的温度直线下降，令在场所有人都不自觉打了个冷战。老大，我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啊？这大夏天的，怎么会突然起雾啊？虎哥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咱们该不会真遇到什么脏东西了吧？要我说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咱们。看到眼前离奇的一幕，就连杀人不眨眼的虎哥都有些不知所措。但为了维持自己老大的形象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强装镇定。怕什么？想当年老子在同区一个人砍翻对面100多号人，眼睛都没眨过，还会怕这种小场面？12点的钟声准时响起，冤魂完成了最后的进化，成为一名实实在在的红衣厉鬼。滔天的怒气从他体内倾涌而出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不知谁高喊了一声：“虎哥，快看你身后！”红衣女鬼利用自身积累的怨气，化为人形。王威虎，拿命来！现场一片死寂，小弟们直勾勾看着眼前离奇的一幕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世上难道还真有鬼啊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我不想死在这儿啊！在小弟们埋怨声中，王威虎强装镇定地看向我：“小子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光凭这点把戏就想吓唬老子，恐怕还不够。”我轻挑了下眉毛，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。扮鬼吓你，我可没这闲工夫。王威虎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他到底是谁。只不过片刻的功夫，整条街道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，狗叫声此起彼伏。店里的小弟们此刻也全都被吓得愣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被解除封印的红衣厉鬼五官逐渐成型。你是那家五金店老板的女儿蒋依依？不，这不可能！3个月前你们全家都被我给杀了，尸体还是我亲手埋的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随着红衣厉鬼一步步靠近，王威虎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哆哆嗦嗦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看样子他是打算报警。可在灵异世界里，寻常手机又怎么可能会有信号呢？王威虎连续拨了好几次，可电话那头都无一例外的提示盲音。女鬼大人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个把风的，杀人的事我压根就没参与。我也是今天刚加入进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可别滥杀无辜啊！你父母不是我们杀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报仇就找新王这杂碎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谩骂声此起彼伏，在危险面前，人类的求生的欲望战胜了理智。见场面逐渐失控，之前帮我解围的陪酒女也站了出来。小哥，你快想想办法！我们只是想搞点钱花花，可从未想过要取你性命啊！我翘着二郎腿，一脸淡定地坐在沙发上。放心吧，红衣女鬼跟我约定过，不会伤害无关人员，只会……话说到一半，我突然转头看向瑟瑟发抖的王威虎。只会什么？你倒是说下去啊！王威虎迫不及待地望我，看到他这般窘样，我实在没忍住，当场笑出声来。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相比起人类而言，厉鬼反而更加有原则。此话一出，王威虎差点就吓尿了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这厉鬼是你故意放出来的？不然呢？王威虎，你砸了我的店，还开车撞伤了我，总得付出点代价吧？正好我这有个朋友有点事儿想找你，你说这不是巧了吗？我朝他打了个响指，嘴角挂着淡淡笑意。听完我的话，周围的小弟们相继朝我下跪。小哥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，都怪姓王这杂碎，是他让我们砸的。小哥，要知道你有这本事，就算给我们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在您面前造次啊！这就是人性的本能，在危险面前，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全自己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也不用争，到底是谁的责任？话说到一半，我抬手指向一旁的红衣女鬼。是非对错，他心中自会有判断。王威虎顿时脸色大变，挥舞着手中的匕首。不就是个死去的冤魂而已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老子既然能杀他1次，就能杀他第2次。看到对方竟然拿刀指向红衣厉鬼，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。虎哥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。冤魂和厉鬼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。厉鬼不在6道范围之内，谁也无法伤其分毫。也许是我的话起到了作用，小弟们纷纷放下手中武器，跟虎哥清界限。
当王威虎看到小弟们离自己越来越远，当场震怒：“你们他妈什么意思？离我这么远干什么？赶紧把刀给我捡起来，给我砍死他！”尽管王威虎凶名远扬，可刚才红衣女鬼现形的场景历历在目，小弟们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。看到此番场景，王威虎气得浑身发抖，那眼神恨不得当场把我撕成碎片。你别过来啊！就在红衣女鬼靠近他的一瞬间，号称杀人不眨眼的虎哥居然当场吓晕了过去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虎哥吗？就他这胆量，当真一个人砍翻对面100多号人？当然，身为摆渡人，我自然不会真让厉鬼伤人，最多也就是放出来吓唬吓唬对方。毕竟现在是21世纪，关于鬼怪的事，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王威虎一次又一次被女鬼给吓晕过去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为他求情。差不多行了，你若是真把人给吓死了，你们一家3口也很难再投胎转世。厉鬼猛地转头看向我，眼神中满是戾气。不，他该死！就算今天魂飞烟灭，我也要跟这个人渣同归于尽。蒋依依，我劝你最好先冷静一点。就算今天我让你把仇给报了，可你有想过你的父母吗？难道你要因为这么一个人渣，让你的父母永世不得超生吗？我皱起眉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说罢，我用微笑凝视着已经被吓得汗流浃背的王威虎。别愣着了，赶紧想办法保命吧。至于能不能活过今晚，就全靠你自己的造化了。王威虎咬牙切齿地盯着我，那眼神恨不得要将我千刀万剐。小子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去自首？既然横竖都是一个死，那老子还不如跟你们拼了！王威虎拒绝得很痛快。我看了一眼正处于暴走状态的红衣厉鬼，冷笑出声：“虎哥，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刚才那都只是开胃菜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。你印堂发黑，双目无神，显然已经时日不多。要是再执迷不悟下去，今晚便是你的期限。”面对我的忠告，王威虎依旧不为所动，简直一派胡言！有本事你让他杀了我，我还就不信了。老子连巡捕都不怕，还会怕一个死去的厉鬼？听完他这段慷慨激昂的发言，我都忍不住为他鼓起了掌。不愧是虎哥，这等魄力，小弟我甘拜下风。王威虎以为我拿他没有办法，鼻孔都快翘到天上去了。小子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，老子今天倒要看看，区一个冤魂能奈我何！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一个跨步就冲到他面前。本来以我的身份，不该插手阳间的事儿，但是为了那些被你杀害的无辜冤魂，今天我就破例替世人除掉你这个败类。我默念了一道定身咒，王威虎瞬间被定在原地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怎么一回事，我又打开连接地府的大门。众冤魂听令，今天有仇的报仇，有怨的报怨，只要给他留口气，随你们怎么报复。伴随着我这一声怒吼，10几道生前被王威虎害死的冤魂骤然出现。虽然冤魂不能给人带来实质性的伤害，但精神上的折磨往往比肉体更残忍。以红衣女鬼为首的冤魂们很默契地围成一个圈，将王威虎的灵魂拖入梦境。在梦境里，他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那滋味简直堪比18层地狱。王威虎一次又一次从梦境中醒来，哭喊着向我求饶：“小哥，我知道错了，赶紧把他们送回去吧，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。”我轻挑了下眉毛，冲他微微一笑：“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真正来自地狱的痛苦，你都还没体验过呢。”王威虎一听，当场吓尿：“不，小哥，我不想再体验了，求求你让他们回去吧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，求你别再折磨我了。”我缓缓起身，走到他跟前：“难道在虎哥眼里，人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吗？你虎哥的命是命，其他人的命难道就不是命了吗？入行前，师傅曾经教导我，人性很多时候比鬼还可怕。今天也算是在王威虎身上得到了灵验。我当摆渡人这么多年，度过的冤魂没有1000也有900，你还是第一个自己送上门来的。既然人间的法律制裁不了你，那便由我地府来管。”话音刚落，人群中立马有小弟站了出来：“小哥，我可以转作污点证人，我亲眼看见王威虎杀害了蒋小姐一家，还有我跟虎哥时间最长，他这些年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，我全都知道。”众人越说越激动，将王威虎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全部托盘而出。估计连王威虎自己本人都没想到，有朝一日竟然会被自己的小弟背叛。他面目狰狞地望着人群，扯着个嗓子大喊：“都他妈给老子闭嘴！你们说这么多都是空口无凭，有证据吗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
站在一旁沉默了许久的陪酒女缓缓站了出来。小哥，我手机里有王威虎的犯罪证据。她从兜里掏出一个 U 盘，递到我跟前。这东西本来我是打算保命用的，如今我把它交给你，就当是为之前的行为赔罪吧。我看着他那真诚的眼神，默默点了点头。臭婊子，连你都背叛我！王威虎瞪大双眼，一脸的不可置信的表情。陪酒女反手就是一巴掌。姓王的，别自作多情了，老娘可从来就没喜欢过你，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也只不过是想从你身上搞点钱花花罢了。要是知道你干了这么坏事，老娘早跟你分手了。王威虎舔了舔唇角，目光一一扫过在场众人。记住你们说过的话，老子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当我听到王威虎的临终遗言，实在没忍住，当场笑出了声。就你还想做鬼 ？No No No！ 像你这种十恶不赦之人，死后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。说着，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，随即大手一挥。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是时候送你上路了。王威虎猛地抬头，满脸诧异地望着我。上什么路，小子？你可是口口声声让我去自首的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。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我又突然改变主意了，难道不行吗？虎哥啊，虎哥，你该不会觉得砸了我的灵魂店铺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？听完我的话，王威虎脸色一下就白了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杀人可是犯法的。杀你？谁说我要杀你了？我轻笑出声，随后从柜台里拿出一个小葫芦，说罢，不等他反应，我便打开瓶盖，高举葫芦大喊：王威虎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见此情形，王威虎紧咬牙关，说什么也不张嘴。就这么僵持了几分钟，我猛地拍了下脑袋，尴尬出声：不好意思，最近鬼片看多了，咒语都差点念错。再来，急急如律令，收。下一秒，2道残影瞬间从他体内剥离出来。王威虎像泄了气的皮球般瘫坐在地上，一言不发。一众小弟们亲眼见证了我的神通，眼神中满是着惶恐与不安。那个小哥，能方便问一下，您到底是干嘛的吗？我乃灵魂摆渡人，你们可以理解为掌管亡灵的神。在我的威压下，在场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弯曲膝盖。下一秒，我猛地收回神通，众人如释重负，长吁了一口气。那个小兄弟，之前的事实在是抱歉。是啊，我们也是受王威虎的胁迫，所以才会……没等对方把话说完，我直接大手一挥。罢了，念在你们是初犯，打劫的事儿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但以后请你们记住一点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你们的老大王威虎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闻言，小弟们对着我一顿点头哈腰。是，小哥说的对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巡捕局自首，该坐牢坐牢，该判刑判刑，绝不含糊。在众人的见证下，我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，递到陪酒女面前。感谢姑娘之前为我解围，日后若遇到危险，尽管打这个电话，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定会倾囊相助。陪酒女望着手里名片，受宠若惊，拍着胸脯向我保证，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做人。待众人散去，我缓缓举起右手，一个响指划破夜空。关于今晚所有记忆已经从他们脑海中抹去，他们都只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。当然，除了王威虎之外，他除了被我拿走一魂一魄之外，还得每天为那些死去的冤魂忏悔。处理完所有事，我再次打开连接地府的传送门。诸位同僚，如今大仇得报，也时候该回去了。很快便消失在传送门之中。至于红衣厉鬼，由于他怨念太深，只能待其慢慢消除之后，才能转世投胎。第二天，王威虎主动自首一事上了头条新闻，连同他的还有10几名同伙，也都主动向警方承认自己了的犯罪行为。在镜头面前，个个痛哭流涕，向被害人家属忏悔。经此一事，举国同庆。就在王威虎被枪毙的当天，我也驱散红衣女鬼体内最后一丝怨念。大恩人，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临行前，蒋依依恋恋不舍地望着我。我姓沈，单名一个天字。听到我名字的一瞬间，蒋依依扬起嘴角，笑得很是开心。大恩人沈天，下辈子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